嗨，大家发现了吗？今年的圣诞节跟跨年都刚好在星期四，超尴尬的。想要并成3天的小旅行都不可能。如果要请假的话，还要怕老板不开心，或是影响到年终。由于美国跟加拿大都没有补班的制度，所以在体感上，我们的假期比台湾少很多。只要有连续3天的假期，新闻就会开始说全美大塞车。所以我在这里帮大家整理了一下。接下来的6个月最适合出游的月份就是2月了，因为2月份很多地方都在放寒假，再加上2月14号是情人节，而美国的工作假期 President's Day 是在明年的2月16号，这一天刚好是农历的除夕。而在台湾呢，因为有补假补班的制度，再加上228和平纪念日，听说只要请4天假就可以变成16天的连续假期，超赞的，台湾好棒棒。而我在这个频道就是分享我的旅游心得，尤其是邮轮的实战经验，所以我在这里分享几个邮轮的航程，绝对是适合2月份的天气出游的。有一些邮轮公司会准备一些特别的节目，但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可以不用回家面对一些不晓得怎么回答的问题，比如说什么时候交男朋友，什么时候交女朋友，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，谁洗碗，这些你都不用面对。单身的可以自己一个人坐邮轮，或是跟姐妹一起去，小夫妻的话还可以过2人世界，有小孩子的就带着小孩子一起去，家庭和睦的话那恭喜你，那就带着父母亲一起去，过一个不一样的农历年。而我分享的航程包含了加勒比海、亚洲、欧洲、澳洲、中东，所以不管你是居住在哪里，都有一个航程是适合你的。而我所选出来的当然是性价比最高的咯，可以让你的荷包伤害最少，假期用到最大啊！对了，我是 Alison，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心得，尤其是邮轮的实战经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首先我们看一下东南亚，2月份的时候平均温度是24到32度，所以还蛮适合坐邮轮的。可惜的是，明年2月份从基隆港口出发的航程只有2个，最短的航程也要14天，而且价格不菲，我觉得性价比不高。从香港出发的选择虽然比较多，但最便宜的也要$2000以上耶。幸好还有新加坡，我觉得住在新加坡好幸福啊，选择比较多，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。我推荐皇家加勒比海5天4夜的航程，会停靠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和泰国的普吉岛，最便宜的内舱房1个人不用$600。以春节的旺季来讲，我觉得这样的价钱还算合理。所搭乘的 Ovation of the Seas 虽然不是很新的船，但上面的娱乐设施超丰富的。在邮轮上可以搭北极星、冲浪和 iFly， 而且还有碰碰车，大人小孩都会玩得超开心的。住在台湾跟香港的朋友，赶快查一下有没有廉价机票让你飞去新加坡，坐邮轮顺便玩一下新加坡。2月份的时候是中东的冬天，平均温度是20到25度，最适合在这个时候探访这些神秘又奢华的沙漠国家。我推荐的是 Celestial Cruises， 这是一间主打地中海、希腊群岛、土耳其和中东的小众邮轮公司，搭乘的是 Celestial Discovery， 载客量只有1200人，2023年才重新装潢。我选的是7天的行程，1个人最便宜是$899。同一个航程可以选择中途下船或是上船，也就是说可以选择3天或是4天的行程，弹性非常大，价钱也就不一样了。来都来了，还是做一个7天的航程吧。7天里面会停靠3个国家，每天都会靠港，可以在杜拜体验中东最极致的现代奢华与自然生态。接着会去沙巴尼亚斯岛的阿拉伯野生动物公园，让你不用飞到非洲就可以体验一个迷你版的 Safari。 随后停靠在阿布达比，可以亲眼目睹全世界最壮观的清真寺。到了卡达的多哈，可以走访他们最古老的市集，感受一下传统的生活气息。到了历史感的拉斯海马，可以在那里探索古代的堡垒和自然风光。接着就会到了阿曼的卡萨布，那里被称为阿拉伯的挪威。在邮轮的甲板上可以看到一些些的峡湾景观，或是参加行程让你直达峡湾的核心，然后会再次停靠一次阿布达比，然后回到杜拜结束这7天的航程。这个中东的行程我听了都好想去啊！如果这一支影片集满1000个赞，我就去给你们看好不好？2月份的南半球是夏天，最适合跟我一样怕冷的人，而且住在亚洲的朋友
好不容易遇到这么长的连假，不妨把握机会飞去比较远的澳洲。我推荐的是嘉年华的 Splendor， 这艘船本身比较旧，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但是它的优点是2月16号从澳洲的 Sydney 出发，2月26号回到 Sydney。这个 schedule 对台湾的观众非常友好，最便宜的内舱房一个人是1146美金，前3天是海上日，接着就会停靠在纽西兰的威灵顿、基督城、但尼丁，然后邮轮就会行驶在世界自然遗产的峡湾国家公园。去这个峡湾国家公园最方便的方法之一就是坐邮轮了，听说那里的风景非常壮观，天气好的话还有可能会看到海狮、海豚跟企鹅，你说这个价钱值不值得？2月份的地中海虽然不是很暖和，但人潮比较少，价格比较优惠，而且2月份的连假比较长，有兴趣的可以考虑一下。我推荐的是名人邮轮，2024年才重新装潢的 Infinity，11个晚上的航程，2月16号从雅典出发，2月27号回到雅典。这一艘邮轮上面有室内游泳池，所以天气有点冷也还可以接受。最便宜的内舱房一个人是810美金，这样算下来一个晚上才73美金耶。这个航程主打一个冬季古文明深度探索，会停留希腊的几个港口、Cyprus 还有土耳其3个国家，总共7个港口。想要避开人群的话，这个航程可以让你好好独享古文明。特别的是，邮轮会在2月26号的早上回到雅典的港口，并且邮轮会在这里停1夜，也就是说你可以下船观光，然后再回到邮轮上面睡觉，把它当作是 hotel。到了2月27号才是下船的那一天。2月份的加勒比海是干季，阳光充足，气候稳定，非常适合2月出游。第一个推荐的是 MSC 2022年的新船 Seascape，2月15号从德州出发，7个晚上带你去西加勒比海，中间停留2个漂亮的墨西哥港口，再加一个洪都拉斯的港口。最便宜的内舱房一个人才396美金。接下来是公主邮轮，7个晚上从佛罗里达出发去东加勒比海，重点是所搭的船是今年10月4号才首航的 Star Princess。我选的航程是2月14号出发的，稍微贵一些，每个人最便宜是924美金，但是你可以在上面度过情人节跟春节。下一个是成人限定的维珍邮轮，2月14号从迈阿密出发，7个晚上带你去 Jamaica、Grand Cayman 和 Bahamas。搭乘的是2023年的 Visalia Lady， 最便宜的内舱房一个人是973美金。下一个是走老前锋的 Cunard， 搭乘的是2025年才重新装潢的 Queen Elizabeth。2月10号从迈阿密出发，停靠5个港口，包括 Grand Cayman、Jamaica、Honduras 和2个墨西哥的港口。最便宜的内舱房一个人是1079美金。下一个名人邮轮，搭乘的是他们最新的船 Excel，11月9号的时候才是他的处女航。没错，当你看到这一支影片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接过客呢。我选的是2月15号从佛罗里达出发，7个晚上，最便宜的内舱房每个人是864美金。这是名人邮轮最新的船呢，2月份出发，比他首航的11月便宜，而且假期又对，所以定下去就是。而其他没有推荐的主流邮轮公司，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在2月中性价比比较高或是比较有特色的航程，所以我就没有推荐了。以上我整理出来的内容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欢迎订阅、按赞再回来观看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